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线上课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那么这节课呢，我们继续介绍中共建国以后开展的第一波大规模的社会清洗。那么就是先清洗工商资产阶级，运动的方式就是用三反五反的运动方式。我们已经讲过三反了，大家有兴趣回去再复习。那么五反上一节课我们讲到毛泽东就是从三反跳到五反。主要就是，那么利用完了工商资产阶级之后，那么试图在消灭整个作为一个阶级的这些私营企业主。那么这个五反斗争的任务以及必须达到的目的是什么？那么在1952年3月23号的时候，毛泽东批转了一份文件，把五反斗争的任务以及必须达到的目的非常明确的划分成8条。这个文件是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加强私营厂店的工人和店员工作的指示，私营厂店的工人和店员工作的指示，就是怎么去加强。那么在这个指示中那么毛泽东亲自批转的这个指示中，就是明确的讲了8条。从现在来看的话，这8条非常重要，因为你要看就知道，它针对的都不是具体的所谓的五反运动要反的那些所谓的什么资产阶级的破坏行为倒卖呀，什么都不是那些。其实这8条的核心，那你要知道就是如何将私营工商业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那么你听听这8条内容就知道了，这8条就是五反运动背后其实真正的目的。第一条，彻底查明私营工商业的情况，以利于团结和控制资产阶级，进行国家的计划经济。这就是五反运动的第一条目的，要彻底查明私营工商业的情况。第二条，要明确划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肃清工会中的严重的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清除资产阶级在工会中的代理人，实际上就是要把工会给拿掉。第三，要改组同业工会和工商联合会，把那些五毒俱全及其他完全丧失威信的人们开除出这些团体的领导机关，然后把在五反中表现较好的人给吸收进来。这点非常厉害就是通过这场政治运动来重组这些同业工会和工商联合会。就是它不能让你这些工商资产阶级有真正自己独立的可以自主决定的这些组织，然后他通过这场运动来看说谁表现比较积极，那么就把这些人放进工商联里。所以后来我们就看到所谓的8大民主党派的代表工商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实际上都是地下共产党员或者共产党看上的人。他们是怎么看上的呢？就是通过政治运动，发动政治运动，看谁批斗得更积极，所谓在五反中表现较好的人。这就是政治运动对于共产党治理国家的重要性第四条，五反运动的目的，帮助民主建国会。民主建国会是8大党派之一主要是工商资产阶级的代表的。帮助民主建国会的负责人整顿民主建国会，开除那些五毒俱全及大失人望的人，增加一批较好的人，使之成为一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主要是工业资产阶级的合法权益，并且呢以共同纲领和无反的原则教育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这点很重要。民主建国会作为代表工商资产阶级的这么一个团体或者是政治团体，那么现在毛泽东说五反运动的目的就是把它变成一个来教育资产阶级的一个政治团体这个整个的性质就变了然后还说各部分资本家的秘密结社，例如星期四聚餐会等等，应设法予以解散这是第4条。第5条，消除五毒，消灭投机商业，使整个资产阶级服从国家法令，经营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尽量发展私营工业，逐步缩小私营商业。国家逐年增加对私营产品的包销订货计划，
逐年增加对私营工商业的计划性，重新划定私资的利润额，既要使私人资本主义有利可图，又要使私资无法夺取暴利，就是从具体的生产和计划上逐渐的消灭掉这个阶级，剥夺他们在生产中获得的利润，这一条的重点。第6条，要使资本家废除后账，实行经济公开，后账就是私账和另外一本账本，实行经济公开，并逐步建立工人、店员监督生产和经营的制度。整个结构改组，要让店员去监督老板。第7，从补偿、退赃、罚款、没收中追回国家及人民的大部分经济损失。这条也很重要哈，什么意思？这话说的冠冕堂皇，追回国家人民经济损失。这个私营企业挣到的钱怎么成了国家人民的经济损失？对不对？所以发动一场政治运动，说他们搞贪污，说他们倒买倒卖，说他们盗骗钱财，然后让他们赔款，这些赔款追回到国库中，这就是增加国家财政预算嘛。这也是五反运动的其中一个重要目的。第8，在一切大的和中等的私营企业中，建立党的支部，加强党的工作。你听见没有？跟今天习近平做的一模一样啊！这是五反运动，就是这8条哈，我先念完了这8条。这8条来自于薄一波的在若干重大决策事件的回顾那本书中讲的，其实是个内部文件。这个内部文件非常非常重要啊。那么至今我看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对这个文件其中提出的8条讲的不够多，也不够彻底。在我看来，这8条才是中共和毛泽东对于工商资产阶级最核心的治理政策，就是这8条。大家有兴趣我就不念了，这么长啊，回去可以再从头听。这就是典型的我说的原教旨主义，就是共产党到底要怎么对付工商资产阶级，基本在这8条里说的清清楚楚了，而且沿用至今。包括你说要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党的支部，你以为是习近平的发明呢？怎么可能？在1952年毛泽东要整治工商资产阶级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了。所以习现在做的一切都是在延续毛泽东从1952年、53年开始的整个清洗社会、改造社会的做法一模一样。他要狗尾续貂，是不是狗尾我们不知道，反正他要续貂。可见啊，这个五反运动真的就正如毛泽东所言，它根本不是什么反贪污浪费呀、反盗骗国家资产呐，根本不是。它就是一场活生生的政治运动，它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阶级斗争。因为它要消灭整个工商资产阶级。大家一定要知道，阶级斗争是毛泽东思想和共产党的原教旨中最核心的关键部分。就是共产党要怎么治理国家，它有一个真正的法宝，叫做阶级斗争。它给你整个一个阶级消灭掉，那么就把这个社会的骨髓给抽掉了。所以五反运动并不是一场经济斗争，它就是一场阶级斗争。以上8条目的已经不是说肃清贪污，而是要进行一个社会结构和社会阶级的调整。显然毛泽东心中有一盘更大的棋局。那么五反运动发动初级阶段，各地运动的情况可比三反运动惨烈得多了。三反运动是整党内的自己的人，还温和一些。五反运动打的是什么？毛泽东口中向共产党猖狂进攻的工商资产阶级，使用的手段就极为惨烈，国家暴力再次发挥作用。那么具体体现为就是逼供训、刑讯逼供的现象大量发生。举几个例子哈，比如在上海，为了逼迫商人交代偷税漏税，其实哪个商人不偷税漏税啊？但是要求他们交代超出实际金额的偷税漏税的金额，那么他要不说就打。比如上海的江宁区的税局把一个商人叫白建华的打耳光，啪啪的扇耳光哈，一直到这个白建华晕倒，醒来以后呢，还说这个白建华是装死，再拿棍子一通乱揍。另外有个商人叫何润全的，这个被3个工作人员轮流打了1个半钟头。高桥区的税务局把商人李俊荣抓来，关在大牢里头，然后被10几个人拳脚交加的痛打，还用针刺那个手指头，用这种刑讯逼供的方式。在这样的这种
残酷的国家暴力之下，各地都有不少的自杀事件。以上海为例，那么三反运动已经自杀了一批了啊，那自杀的很多就是所谓的党内的人，然后留用的人，但是这回自杀的都是资本家。我其实话题扯远点哈，现在的中国的这些资本家什么创业者，你现在还不逃脱共产党的魔爪，以后你的结果就是自杀。我跟你说，历史已经告诉你了，你不听历史，到时候你后悔莫及。上海为例，仅仅上海是工商资产阶级聚集的城市，上海开展五反运动1个月内就逮捕了200人，发生资本家自杀事件48起，死了34个资本家，1个月34个资本家自杀死了48个人死了34个，你也知道10几个没死成。然后2月12到15号，仅仅4天的时间里就自杀了22个资本家，整个2月份上海73个资本家自杀，我都觉得隐隐约约，我都觉得这就是中国未来景象。3月仅半个月的时间，上海自杀了53个人，在4月份2到8号，你看这几天是吧？7天时间里自杀了67人，平均每天自杀10个资本家，这是在上海。那么在苏州，苏州有一个区的区委书记在茶叶加工厂领导五反运动的时候，错误地提出要着重打击几个工头，并且指责了一些职员，说他们是老虎尾巴，造成恐慌气氛。就是在这种恐慌气氛下，有一家6口，全家6口自杀，完全是吓的自杀，就是因为这个五反运动造成的恐慌气氛。那么被打的职员达到100多人。但是最常见的方式是一种战术，叫做车轮战。你比如说一个当年参加过打虎队，那时候共产党政府专门组织了叫做打虎队开展五反运动。据一个参加过打虎队的人回忆，他说我们当时呢还有一个战术叫做磨盘战术。磨盘呢就是驴拉着碾面意思就是说我们组织很多人来攻击一个人那么当时我们都是年轻力壮20多岁的小伙子，大家轮番对这个人审问，不让他睡觉，非得让他说出他贪污了一堆钱不可。他说我还记得有一回，一个人被我们逼的竟说他自己贪污了2火车皮的黄金你看这就逼的只好承认这个我不知道这个他自己的这个自供后来有没有被立案要是立案，你说这多冤枉，他2火车皮的黄金有没有这么多黄金中国就是用这种磨盘战的这个磨盘战术。比较典型的值得记住历史的案例，我想上海人都应该，尤其年纪大的上海人应该都记得，有一个著名的王康年案，健康的康，年纪的年，上海典型王康年。王康年是上海的非常有名的文人这个不是文化的文，是知名的那个文人，他是上海一家药店的老板。王康年在五反运动中被揪出来作为典型，那么他被指控说他盗骗了志愿军采买药品的巨额款项，就是国家给他钱让他去把药拿出来，向他买药，然后送到志愿军那儿。然后呢，政府指控王康年把这个款项给盗骗了，那么把这个钱拿去进行投机活动了，这当然都是诬告这个。然后呢，说王康年用劣质的药品和假药冒充好药卖给了志愿军这都是给他扣上的罪名。1952年2月，王康年当时在上海是非常非常知名的企业家，让我想起什么孙大我任志强，他就是共产党的政治运动的手段就是抓典型。王康年一案就是五反运动的典型。1952年2月，王康年被捕，1年以后，王康年被公开的枪决。这个案件当时曾经轰动一时，但是根据后来的史料揭露这完全就是一场编造出来的冤案。这个起因呢，是当时志愿军的药品采购人员那么多次欠款提走药品，把药拿走了，不给人家王康年钱。后来呢，王康年当然就觉得这不行，对吧？这把我药都拿走，不给我钱，我怎么经营？所以王康年呢拒绝再贷款去卖货，那他就不卖了，根本就想收摊了，所以得罪了上海当局，其实就是得罪了陈毅，上海当局才罗织了这个莫须有的罪名。根据后人的记载说，王康年的药房从药厂进货，只做零售，其实根本就没有制造假药的能力。
在法庭上，除了王康年本人之外，没有一个证人出庭作证，因为根本就子虚乌有的事情嘛，没有就是没有，你让王康年交代什么？所以王康年，而且王康年的厂子根本就没有制造假药能力，然后说王康年制造假药把他枪毙的。因为拿不到这个证据，所以案件才一直拖延了1年，直到1953年，毛泽东对五反运动做了一个批示，毛泽东这个批示说一定要在运动中重视要拿几个人做样板，用来教育群众。毛泽东做了顿批示，这个批示下来之后，王康年马上就被枪毙，依旧符合毛泽东指示嘛，就是要在运动中拿几个人做样板，用来教育群众。所以王康年完全是个冤案，是当时上海著名的一个大资本家，就是因为毛泽东说要枪毙几个有名的人来教育群众，这跟今天的左派的运动差不多哈，就是攻击一些名人哈，来震慑群众。其实你说这种左的东西都差不多。结果王康年被处死，被枪毙。那么王康年的大康药房的所有财产立即被政府没收，王康年的妻子服毒自尽。这是上海五反运动中著名的这个王康年案。那么五反运动的基本方式其实跟三反运动大同小异，我们介绍过，就是那个任玲玲的研究。根据任玲玲研究，在南京主要的做法这14种。第一，依靠工人电源团结中小户，利用资产阶级内部矛盾分化和孤立少数资本家，然后去发动群众性的坦白检举运动，包括开各种的斗争会呀、动员大会呀、诉苦会呀、回忆会、座谈会，还有一个会叫报告上当会，就向大会报告说我上当了，还有这种会。这共产党就是会多哈，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为了鼓动店员大胆揭发，南京市政府还要求资本家在五反期间不许停业歇业，不准解雇工人，不准打骂威胁工人，不准克扣工资那么还不准私自抽调资金。资本家一边被批斗着，被开着会，还一边得继续经营，还不能调整这个薪资这个河南省的五反，河南省派了工作队进入到工厂、商店及工人和店员的家属住宅，那么启发他们自觉诉苦。杭州市举办了5000人的店员训练班把那些店员就是平时觉得受了欺负的店员拿来训练，然后以积极分子为核心，组织他们组成检举资本家斗争小组，用群众斗资本家。这是第一种手法，开各种这样斗争会。第二种手法叫做大会教育、小会启发、个别谈话，这是一套做法。这个相结合，大会教育、小会启发、个别谈话相结合，主要就是动员资本家的家人做资本家的工作，让他们交代自己犯的所谓的罪行。第三个就是毛泽东强调的大张旗鼓的搞政治运动。怎么大张旗鼓？设立广播站，设立专用的邮箱，办强报，进行多渠道的宣传。你比方说2月28号在南京南京一个市的各主要马路在2月28号这一天装置了有线广播网，线路长约20多里，安装了100多个喇叭，每天进行点名喊话，在大街上的喇叭里头点着名，比如说喂陈老板陈谁谁谁谁，或者王康年，你的罪恶材料我们已经掌握了，快坦白吧。就在大街上不断的播不断的播这口号，而且点名喊，你想对人造成多大的心理压力？这是共产党搞政治运动的手法。在中国的朋友，你们准备好以后你们可能都会经历这些，也老狗玩不出新花样，以后搞政治运动也会有这些东西这隔几百米一个大喇叭，点着你的名喊，让你投降，我看你投降不投降。第四个呢，就是对检举者，这是从中国古代人学来的对检举者进行物质奖励，刺激他们检举的积极性。比如说1952年2月9号，南京市人民政府出台了鼓励检举奸商偷税行为的奖励办法。鼓励检举规定说，在五反期间凡是密报了工商业者偷税的人，可以提取罚金的1%到3%给你了，给你钱。那么检举工商业者偷税查有实据者，按照罚金3%到5%领取奖金等等等等，鼓励用金钱鼓励去告发。上海还通过召开互评互助会议的方式，利用资本家之间过去的矛盾，
让资本家之间相互的攻击啊，让你王康年揭发他，让他揭发王康年等等，这种手法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啊都非常的普遍。那么当然了，除了这些就是群众运动方式之外呢，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规定，就这些政策规定也构成了五反运动的主轴。你比如上海的五反运动后，针对资本家违法金额做出了规定，说一律采取由资本家退财补税、现款偿还的方式，就凡是资本家在屈打成招之后承认偷了多少钱，那你当场拿现金就要还回来。如果资本家无力偿还现款怎么办？出让你的工厂，图穷匕首现吧，目的就是逼整个资产阶级崩溃，把他们的工厂收归国有。那你就要把你工厂交出来，谁让你贪污那么多钱？然后呢，把这个工厂实行所谓的公私合营，或者只收买其股份啊等等。另外，国家暴力的使用成为主要手段之一。你比如说，薄一波到了上海去主持五反运动，那时候他就给中共中央写了个建议。你说这薄熙来的爸爸薄一波，这一家子人好像都是国家暴力的执行者。薄一波建议是什么呀？薄一波到上海主持五反之后，给中共中央建议说，准备要杀的人，现在只选择对象和准备材料，预定杀5到15个人，根本都没有，直接就指标预定杀5到15个人啊，他还没去呢，还没调查呢，已经定好指标了。这个显然是出自毛泽东手笔的中共中央的这个回复哈。对薄一波的这个预定计划，毛泽东写了一个回复，针对这个杀人的数字说各地啊，在五反结束阶段可以提出你们准备要杀的人数，以大城市与省区为单位报告中央。但是呢，不忙着执行，也不要宣布，待中央统筹全局后再提出控制的比例关系。你看，在五反运动中，杀人这件事都是从中央到地方调控的比例关系啊，直接由中央调控的。你这个地方杀多少人，那个地方杀多少人，事先在运动之前就已经规定好了。这就是中共搞政治运动啊，那么当然就是赤裸裸的国家暴力啊，根本不管你是不是有该杀的理由，就是先规定好这个数字，准备就杀这么多人，凑不够数，凑也要凑出这个数来。所以你想，多少人在冤死在共产党的政治运动中？显然，当局是有意识的、有计划的，针对国家暴力作为运动的一种手段，在全国范围内就杀人的人数定了详细的一个规划，这成了五反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内容。那么，关于五反运动的介绍哈，我们先介绍到这里。五反运动对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对中国的整个社会结构造成了非常深远的影响。那么这些影响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我们下一节课再向大家介绍。好，那么今天课到这儿，还欢迎大家订阅频道。如果你觉得有不错的话，愿意跟着听，欢迎继续跟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谢谢大家。